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最近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议题就是新手机的议题了。除了这苹果的 iPhone 15要推出之后呢，那么包括连华为的新手机，大家也特别的关注。我们就先带你来看看这华为的手机哦，现在是大家抢着要买吗？就连这个影星成龙也说他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他的 Mate 60 Pro 了，公开回应网友说：“我终于买到了。”那么有人就说了，这真的有这么难买吗？这个成龙他是影星，又是资深的大哥，甚至还是中国的政协议员，怎么现在还需要排队买华为？他说他终于买到了。那么有人就捕获野生的成龙抢着买华为的新机，还认真挑选的模样，现在都被拍了下来。他说他当时想要买 Mate 60 Pro 的时候都没有现货。那么有人就说了，天哪，热卖到连政协都要等10天，这是什么状况？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华为哦，不只是手机突破封锁，难道又在加一了吗？有人说呢，这子公司海思也开始出货监视器的晶片了。路透社说，海思正向监视录影器的制造商出货，供应这录制的监控镜头晶片，至少有部分的客户是来自大陆。根据西南证券的估计，2018年海思全球市占率大概是60%，遭到美国制裁之后，2021年暴跌到只剩下3.9%。消息人士指出，相较于智慧手机的处理器，监控晶片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制造，所以海思的回归将会撼动市场。华为的强势回归手机市场背后的推手神队友海思为什么这么强？大家都说了，这华为的新机一鸣惊人，搭载了麒麟9000S 晶片，采用7奈米制程，震惊外界。负责设计的就是海思半导体。由于华为的规模庞大，养得起海思，所以让海思有各种的练兵的机会。台积电当年推出半导体制程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先采用客户的是苹果，但其次就是华为海思了。微博的网友就说了，当然了，你看看你花6999买华为，华为会用来科研，但是你花6999买苹果，美国会拿来制裁中国。还记得吗？2020年当时呢，就任正非讲的这句话，让大家觉得说哇，他真的是深谋远虑。我们来听看任正非说什么。我呢不必过于担心华为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和成长。去年打击我们呢，就是没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基本上能抵抗得过来，我们已经过去就做了一些准备。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做了备份，花了几千亿做了这个备胎。所以这第一轮打击我们应对了。第二轮今年在技术打击我们呢，我们有第一轮做去年打击我们的经验和这个队伍的锻炼，所应对今年的打击呢，我们更有心有成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华为公主也出现了，孟晚舟呢首次现身，她就讲到了万物皆可连接，华为正式启动全面智慧化的策略。在华为的全连接大会上，她就讲到了华为从过去10年的 OIP 现在到 OCloud， 那么正式启动全面智慧化的战略，那么要做多样性的 AI 算力需求，做厚黑土地，为世界拓建第2选择。那么现在美国看到了是不是瑟瑟发抖呢？尤其华为新机 Mate 60 Pro 大卖，头号受害者竟然是高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用入产晶片了嘛。那么美国晶片大厂高通绷紧了神经了。那么高通2024年 SoC 出货量呢将锐减6000万颗，损失100亿。尤其华为又在雷蒙多访陆的时候推新机，有人说是不是让他难堪？毛宁就秒回一句了，他说呢，当我看到华为新机的时候，雷蒙多他说我明显感到心烦意乱，我们会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阻止中国发展不利于美国的科技能力。但毛宁就说了，华为选择什么时候推出新款手机，这是企业自己的决定。而且大陆的国安部还揭发了美国呢，其实网公窃密3招，说华为总部的伺服器2009年就曾经遭到入侵，还边作贼喊做贼喊捉贼，抹黑中国为网络威胁的主体。那么现在呢，守护科技源头才能保护国力吗？大陆出口管制后呢，8月份的驾者产品出口已经归零了。大陆从8月1号开始正式限制这一些晶片关键材料出口。路透社就说了，他们已经产品出口归零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要跟进中国？马来西亚也把他们的稀土出口禁令寄出来，限制来出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蔡委
委员，你怎么看？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广告时间有讨论到，就连你自己也很想买华为的手机哦。哎，我当然还在期待啊，我又不是成龙，所以来排队啊，请朋友帮我排队。有关于中美科技战波及华为，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羞耻的记录。堂堂一个大国的政府，请全力打压一个企业，他以为可以打得很顺手。以前打垮了日本的东芝，后来打垮了台湾的友达，打垮了台湾的 HTC， 他现在竟然华为没有被他打垮，他心里面呢用这个雷蒙多的讲法 ，I was upset， 我非常沮丧。为什么美国打垮不了华为呢？美国从头到尾打任何企业都是不对的，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耻辱，而且他们不自知，他们觉得享受一种侵略的一种快感哦，一种霸凌人的快感。所以雷蒙多、拜登等人哦，简直是在这个世界上哦，应该被文明淘汰的渣滓，很可恶啊！而且你用的手法是不正当的，比如说激进孟晚舟。比如说，曾经还要设法逮捕任正非，这都是公开的事情。你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力量入侵一个企业里面去窃取机密啊，入侵到这个汇丰银行里面去捏造所谓的电子邮件要入罪于孟晚舟，都是你们美国人干出来的花样。美国应该是一个很正大光明的民主啊，美国应该像华盛顿一样不砍樱桃树的。美国应该做出很多他们杰佛逊所教导的一些道德形象。那为什么美国现在会堕落成拜登这伙人在执政呢？美国要深自检讨，是不是罗马帝国快要崩溃了？崩溃之前呢，回光返照，胡来一冲。你想想看，华为的60 Pro 大卖，它某种程度里面是因为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碰到这么强大的强权的打压，一种民主情感的反射。那同时呢，任正非也的确是很争气啊。到目前唯一被打压而没有垮掉的一个企业，而且他自信说，第一轮是2019年被打压，第二轮2020年，现在已经2023年，他终于推出了 Mate 60 Pro， 但是中国还要在晶片制造上面一定要再努力哈，不可以在先端晶片上面让美国得逞哈，因为美国以一国之力无法打压华为，他找了日本，找了韩国，找了台湾，找了荷兰。只要你一环突破的话，这个包围圈呢就会无形的瓦解。所以以艾斯摩尔的估计，应该5年内就会达成这样的现象。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尤其是当中国人说，这个你花7000块来买华为，华为把这个钱拿去做科研，而不是在股票上炒作，这是真的。然后你买7000块买苹果，美国人拿到了这个税金会拿来制裁中国，这也是真实的状况哦。所以美国为什么要走到这个地步呢？你跟中国之间你军事国际安全上怎么去弄什么四方安全对话、搞武器，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啊。但是你用一种打压一些科技厂商，科技厂商是人类的文明，你用这种方式反人类、反文明的方式在打压科技厂商，历史上会告诉你，美国做了一件最恶心跟耻辱的事。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您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华为又在突破封锁，这个海思在监控的晶片上似乎也有所突破。我们比较华为跟苹果，那当然这两个公司在过去这几年是待遇差很多了。苹果是大赚，尤其是华为手机在这几年被迫退潮之后，华为苹果和 Android 三星抢占这个市场。可是你如果看它整个这个在做的项目，苹果其实越来越像是 Sony， 它走向一个内容、服务、娱乐，然后呢这些相关的这些设备跟内容的这个服务公司，它接下来叫做 Vision Pro， 那就是那个 AR、XR 哦。那可是华为在做什么？各位看，当孟晚舟说这个 AI， 它不是一般的 AI 哦，它叫 All Intelligence， 也就全面智慧化哦。过去他做的是全面这个所谓的制裁哦，智慧财产权、全面的云端，现在指全面的智慧，也就是说，从手机到车载平台，到家庭，到你所有相关的这些透过5G 网络，甚至将来更进一步5.5G、6G 的这个连接，完全的自动化、完全的智慧化、智能化。这是一个新的科技的境界，
它伴之而来的 APP 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以及甚至对人类的方便，你现在可以想象你没有一个智慧型手机吗？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你出门没有带手机吗？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华为在走的是要为人类在科技服务人类的全能的这个全面智慧化，而苹果呢是在赚钱方向继续努力。它是一个企业，但同样的这样子的赚钱的企业，它可以有不同的视野跟不同的这个抱负。那但是呢，美国这边我真的劝美国政府要停掉科技战，因为你要输了，你不只是达不到科技战的目的，华为的手机已经告诉你，它不只是弯道，它可以换道超车，而且只是时间问题，对不对？它可以用制程的方式做到一样的效果。那你觉得未来你现在还自以为比较提早1步2步的这些3奈米5奈米，华为在几年之后可以做得到？所以现在那你会碰到什么问题？就像是 ASML 或者是辉达告诉美国政府的，你要失掉市场了，而且你要让中国更有创造力了，是不是如此？是如此。手机证明，华为证明，电动车也证明。所以不要再用这种人为的政府介入的方式去影响全人类的科技的发展，而是要用共同的。这个时候，你美国还是可以去发展，吸引到更好的人才，为你的新创、为你的赚钱事业，以及为你的这些收版权税做更多的努力。大家也可以合作啊。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全球化变成2个半球化，你到后来发觉到你自己的半球化只有局限在美国或少部分的这个西方国家，而从中国慢慢更扩大的这个被你限制所谓的供应链的这个小院高墙，这个小院高墙你不是你讲的是好像小院是说只是设计你限制你这个高深的一个科技，事实上你是限制整个所有中国相关的这些的科技的发展。所以在这样情况，它反而是走向全面智慧化，它反而是突破。我觉得美国真的要把科技战好好的思考。雷蒙多，我知道你 upset， 但是呢，你要为美国的利益做正确的决定。杨老师刚才讲的没有错，现在的人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可以说是越来越深了。那么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这个张延廷将军，您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当然了，连中国大陆都把这些价已经开始来出口归零了，难道是要保护自己的晶片产业了吗？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是科技战的一环。对，科技战也包括这个也是经济战的一环，因为限制了锗跟镓，我们在这是半导体重要的原料。那限制出去的话，那它这样子，它的原料有限，他们的产能就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对。那因为科技战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有时候它会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看大疆无人机，你看它的全球的市占率到了80%到85%，那80%是绝对优势了。那现在又包括了它的北斗卫星也出来了，也慢慢取代了美国的 GPS， 而且它的精度比较高。美国 GPS 误差大概7公尺，但是北斗定位大概误差只有2.4公尺，你看它精度就增加了。因为后来有时候后来居上嘛，因为它会把前面的这些除错，有参考、有经验值、有对象可以做参考、做比较就会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看，包含电动车也出来了，价格的优势也会出来。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华为这个做到这个 Mate 6动 Pro， 它现在有价格优势。它大概如果是它又有卫星双向，卫星双向的，你看它价格优势才6990，你不要卫星双向，不要卫星5999，你不要卫星，你要卫星才6990，你看这个价格一般来说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它是全方位的连接，你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都可以在上面连接，那将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在上面都可以都连接，全方面的连接这个平台。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优势就出来？还有一个，我们知道手机因为大家现在手机，我们台湾大概使用手机，大概每一天每一个人平均使用的是7个小时多。那7个小时多的话，电磁波大家知道，这电磁波结果华为这个手机的电磁波也在标准值之内，每1公斤4瓦特以下。那这样的话这个电磁波也蛮弱的，而且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好。你看那个手机用久了会热，它不太会热，因为它散热效果，它除了它的用电量、耗电量很低。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优势又出来了？对，价格优势，还有这个我们的电磁波的优势，还有使用的这个长时的优势，因为它节电嘛。然后另外一个，它下载速度快。那换句话，我们现在还在等时间，还会那个，还会那个卡在那边。它没有，它速度非常快，就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手机
一般来说，没有卫星双向通信的这种功能，它有。你卫星通信，可能你还要去电信局申请呢，它不用。你要是买到6999块的，它就有卫星双向通信。你看它这些优势都出来了。换句话说，压力是成长的动力。它这种压力有贸易战、有科技战的时候，它就突围，那就要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来做？我们也要这样子，我们有那种压力，把它当做这种突围成长的动力哦。我认为这样的才能够有一片天，有一片蓝海啦。要不然的话，你是红海，大家在那边杀来杀去，你变成蓝海，变成领先的优势。我认为要从这一方面来做思考。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带您了解更多的国际局势。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国际更大的一些局势里面呢，有些好朋友似乎感情不在了吗？我们现在也看到的是，这个感情还依旧是相当好了，恐怕是中俄，还记得吗？这俄罗斯的这个普京不是之前才见过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而已嘛。那么现在随着王毅出访过去了之后呢，现在普京也说了，他10月份要到中国大陆去，他亲口证实他是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那么普京呢，在圣彼得堡接见王毅他自己就透露了，我很高兴接受习近平的邀请，而且也期待跟习近平举行一些实质的双边会谈。所以这个中俄的关系似乎是坚若磐石，而王毅也讲到了，中俄一定要多多加强多边战略协作，为推动国际秩序朝向公正合理的方向来做出新的努力。但是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呢，是不是在挖中俄的墙角，而且是指导着俄罗斯的后院？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拜登呢，他联大晤这中亚5国的领袖。那我们都知道，这中亚5国其实是比较跟俄罗斯亲近的。拜登19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呢会见他们5国的领袖。拜登就说了，美国将进一步深化与中亚的合作，期待很快就可以看到你们，而且能在你们的其中一个国家来跟你们来会面，似乎是挖墙脚的意味相当浓厚了。只不过美国的盟友现在恐怕是接连闹内讧，让这个美国真的是好头痛，尤其是最近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因为加拿大锡克教的领袖被刺杀。那么加拿大的总统杜鲁道就说了，叫印度政府所为，两国现在外交冲突往上延伸了。2015年正式成为加拿大公民的尼贾尔，今年6月的加拿大被2名的蒙面男子给枪杀，杜鲁道就跳出来说是印度政府派特务来暗杀他。加拿大的贸易部长还为此暂缓了代表团原本10月份要到印度的计划，动作相当的大，还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就先暂停了吧。看得出来这政府直接是要来杠上了。只不过现在印度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印度总理莫迪就说了，加拿大允许锡克教分离主义团体在加拿大活动，你就是窝藏了恐怖分子。印度外交部呢，同样也不甘示弱的驱逐了1名加国驻印度的外交官，还对国内发出要去加拿大旅游的警告，希望国人不要往那边去。不过你想想看才几年前的时间，这加拿大的杜鲁道呢，曾经那么相挺，在时尚周的时候还这样穿，说有人就说这个穿的比宝莱坞还夸张。当时加印2个不是还是好朋友吗？怎么如今却是这样翻脸了？但他们2个现在闹僵了，500亿的加印贸易协议又陷入僵局，这恐怕让他们2个的共同好朋友美国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彭博社就说了，五眼联盟的加拿大指控印方之后，两国关系再创低点，想要拉拢印度抗中的拜登，现在左右为难了，打击盟友间建立信任的计划。那么加拿大军舰现在开到东海抗中，孟晚舟也在加拿大被拘捕。现在呢，撕破脸的恐怕还不只有加拿大跟印度，还有谁？还有在打仗中的乌克兰以及他旁边的波兰，他们现在为了粮食的禁令撕破脸了。波兰说要将暂停提供乌克兰军备。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其实在这个乌俄战争的期间呢，波兰的确是提供很多帮助，包括军援，包括收留难民，都给予第一时间的援助。那么波兰为了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现在禁止乌克兰的谷物进口，让基辅很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跳出来，他直接说，
说，有些国家只是假装支持乌克兰发动反攻，我会向 WTO 来提起申诉，意思说我要去告状了。但现在波兰的总理也跳出来说，我们决定不再为乌克兰运送武器，我们要留下来武装自己。波兰的总统也跳出来说，波兰呢对乌克兰的军援无数，那么还收容100万难民，你们最好记住我们曾经对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要把救命恩人给拖下水了。不过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现在他们都闹翻了，普京会王毅期待再相见习近平，看起来两边的友谊就不太一样咯。而且你可以看到呢，这北约峰会有讲到了，波兰要为乌克兰摇旗呐喊，当时两个人还这么亲近，还说要成为北约峰会上的代言人。短短的2个月，现在已经闹僵了。那么泽伦斯基将访华府，现在就连美国人都不太支持他了吗？麦卡锡说自己计划就乌克兰的资金问题要来跟他对峙。麦卡锡直接说了，泽伦斯基是美国国会议员吗？他是我们的总统吗？不顾反对的声浪，力推日韩合作。现在的亚洲的部分，尹锡悦跟岸田文雄竟然获颁了甘乃迪勇气奖，怎么回事呢？美国甘乃迪图书馆基金会颁发了尹锡悦跟岸田文雄，表扬他们在改善日韩两国关系上所做的努力。但是在韩国的民间，现在抗议这个核污水的声音不断，甚至有人直接来绝食抗议。文在寅还跳出来说：“李在明，你放弃绝食吧。”他说：“当时我绝食10天就已经非常辛苦了。”你可以看到他抗议到昏迷哦，还遭到检方逮捕。那么韩国人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这个日本的驻韩使馆前面抗议日本排放这样子的核污水，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的反弹力量还很大。虽然官方呢两边还是好朋友，但民间对于日韩的关系似乎有一点点裂痕了。我们来请教一下蔡委员，你怎么看？现在呢，中俄好像携手的力道又更强了。一场俄乌战争真的给全世界带来了几乎重组的现象，让中国跟俄罗斯啊，因为遭到美国打压的这2个国家呢，突然之间走得非常的紧密。那不只是说最近王毅啊见了普丁啊谈了一些事啊，更重要的，普丁也会去中国大陆参加"一带一路"的高峰会。因为普丁大概到什么地方去都有点的麻烦，到中国就没有这些事情了。也会使得中国跟俄罗斯的共同开发大西伯利亚跟北冰洋的计划，很快就会进入实程。那美国的战略怎么会搞得他想要打压中国，最后变成打压俄罗斯，最后促成中俄之间的某种形式的结盟？这个可能是美国所始料未及的，也证实一件事情：美国这一代的战略设计者，包括拜登、苏利文跟布林肯啊，都是卤肉角那种角色，才会搞成今天的局面哈。杜鲁道现在面对空前的压力啊，因为锡克教徒在加拿大或全世界都很会经商，尤其在加拿大，很多这个富商巨贾都是锡克族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对于金主跟选票的来源，杜鲁道是无法漠视的。而且这些教徒的领导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被这个莫迪这样追杀，而且是派特务追杀。请问一下，莫迪派特务追杀锡克教的领导人，跟沙烏地阿拉伯当时派特务去杀害一个记者有什么不同？那你当时美国拜登啊责怪沙特的王储是什么？是贱民。那请问一下，杜鲁道跟拜登现在要不要给这个莫迪扣上一个帽子？你也是贱民，这才是公平嘛，这是美国价值嘛。但是为了要打压中国的崛起啊，他们需要莫迪的配合，因为韩国、日本基本上是美国的卫星国啊，欧盟也是美国的卫星国家，卫星国家它只能乖乖的听话，但是对于这个印度啊，它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家，所以好好伺候着。所以这一关呢，尽管杜鲁道叫归叫，这种事情是很快就会尘埃落定了，他也玩不出什么新把戏来，因为莫迪的立场很清楚。要打就来哦，所以贸易战也好，或者其他外交战也好，他都会奉陪。对，奉陪，刚好可以刺激一下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对他有利的啊。他为什么不玩这个游戏呢？有关于这个泽兰斯基啊，他们的现在的立场是说，我在为全世界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所以你全世界帮助我是一种义务。可是就
他最旁边的波兰来讲，他觉得我帮助你，跟你抵抗俄罗斯是两码子事。我帮助你是我对你的恩情，你不要把这个恩情当作好像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这两个人认知就出现很多的差别。所以泽兰斯基啊，跟他的所谓的总统府顾问啊，可以骂尽全世界的领导人。到现在为止，好像这两个没被骂到，一个叫拜登，一个叫习近平啊，其他都骂光了。不过，这整体来讲的话，这一场俄乌战争已经走入这个南北韩战争的那个模式里面去，就是越打越不起劲啊，越打越没力气，好像大家都等待天气赶快变冬天啊，赶快收摊子，等到明年再来。而且美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帮助也是每况愈下，连那个麦卡锡啊都要来个查账了。他讲白了说，他要跟泽连斯基啊。这个对子去就是查账了。当然，韩国最可怜了。韩国现在出了一个总统，为了牺牲韩国人自己的尊严要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来玩这个日韩友谊。日韩友谊是应该的，但是要牺牲自己的尊严到这种地步，全世界领导人还真的很少见。那请教一下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这个波兰这些国家开始在做这些粮食的禁令，您是怎么分析的？其实都是保护自己啦，也就是在整个俄乌战争，没有想到拖这么久，没有想到变成这样一个僵局，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可是呢，又持续的被要求要提供更多的军事、经济到粮食，所以还不包含难民的处理，超过1000万来自于乌克兰难民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波兰。我想超过300万以上，所以波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战争当中，它其实也受了很大的这种沉重的这种负担。那但是呢，你又看到泽伦斯基不只是对波兰、对欧洲国家、对美国是一样，他其实是相当高调、相当指责、相当觉得理所当然，你就应该要帮我的。所以呢，那不只是欧洲，连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都说。我们应该要得到应有的尊重，你不要老是对我指指点点，说我对你的这个援助不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就看到这个战争的长期化、僵局化，如果他在接下来入冬之前没有一个这种就是说谈的空间的话，我觉得其实乌克兰会面临到更严峻的形势，因为这方面你不要忘记嘛，当俄罗斯跟北韩在传统武器的这个就是说合作上，其实真的会可能使这个战争更长期的僵局。那我觉得加拿大这个事情证明的关键其实是加拿大政府跟杜鲁道已经知道谁做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我认为如此。但是呢，不适合用政府来去公布。他一旦公布，就变成是他跟印度政府之间的外交冲突了。可是呢，杜鲁道都觉得说，他要面对他的媒体、他的支持者、他这些锡克教的金主们，锡克教很会赚钱呢，这个蔡委员说的嘛，所以他要把它讲出来。而且加拿大一直有一种，就是它是一种非常有道德观的那这个道德观，我觉得其实已经往往是限制到自己的，不需要这么样子。可是呢，他就用他杜鲁道总理的个人的身份说，是印度政府派出特务暗杀他。那这个跟政府讲没什么差别，可是呢，他不愿意用政府的这个调查报告出来。我觉得美国一定也知道。那这里面的关键就是，你印度政府有这样做吗？你有权利这样做吗？然后呢，莫迪你知道吗？你事后知道吗？印度其实在迫害人权的层面上，记录是非常的血泪斑斑的。而美国因为要制衡中国，所以完全无视于印度，放纵莫迪在许多的事情上。那现在加拿大碰到撞墙了，那我觉得其实美国你自己就要检讨一下，对印度的政策要这个不要双标，不要多重标准，要有一致的你自己的标准。张将军，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亚洲的部分，日韩现在看起来两边好像合作交流越来越多了，但是在民间的反弹力量其实还是蛮大，尤其是核污水，对不对？对，你看，尤其这些农产品，还有尤其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核污水的这种反应是比较强烈。对，你看很多东西要拒买这些日本的这些渔获，甚至还包括这个农产品。那我们知道这一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牵一发动全身呐。那现在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
美国拉拢这个中亚5国啊，不管是这个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包含乌兹别克这5个拉过来干嘛？他也把它拉过来，再利用这个联合国的这些峰会啊，把这个5国的通通抓过来。为什么？也是经济上的考量，因为这些中亚这5个国家，它的也要发展经济。现在他们的 GDP 大概每一个人的年均量大概只有4000块美金，经济要起飞，请去找市场。那中亚5国有哪些从农产品之外的矿产？铀矿也包括了铜矿，也包括了我们所说的钨矿，就是做硬钢、钨钢的那个钨矿。那这样的话，刚好可以外销到哪里？外销到美国那边去赚一些钱，因为它经济要起飞，这中亚5国，所以美国把这些小弟的通拉过来开个会，为什么？将来我要买你们这些，让你们的经济也起飞，因为他们在2022年去年这中亚5国的经济成长率是5%，GDP 的5%这样成长，算是速度蛮快的嘞。因为我们台湾才1%多嘛，今年我们预估是1%，它就5%了。那换句话说，那找到市场完全可以达到它的高成长的这种我们讲的推力，变成这个状况。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乌克兰呢，我看乌克兰最比较可惜就是说，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是借钱打仗，俄罗斯是用自己的钱打仗。今天借钱打仗，人在屋檐下。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我们带您关心到国际到底最近发生了哪些大事？那么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了北京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蔡正元蔡委员，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午安。佳琪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午安。佳琪好，大家好。好，我们这节要先带大家来看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葡萄的时候发现，日本的麝香葡萄居然变得这么便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过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的是大家更关心的国防议题。那么呢，这国庆的空中预演呢，在明天就要登场了。总统府提醒如果你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千万不要紧张，因为这只是演习。那他们的规划呢，从9月21到9月23都有。那么半兵力训练9月26，全兵力训练呢，则会到10月4号都有。但是呢，这个民众啊，今天早上就看到了自家的天空上有10台以上的直升机掠过他们的天空，就很紧张了。这到底是真的演练吗？还是呢，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在练习呢？那么网友就说了，明明知道民众怕两岸开战，你还要拿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不就增加民众的恐慌了吗？尤其大家还记得吗？之前不是有一个国防应变手册，要再增加这个敌我怎么识别？学者说可以发挥全民来做情报的作用。但是呢，教小朋友辨别炮弹声，政院小组提国防这样子的建议。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问题最基本就在两岸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的情势，大家要这么担心，还要学会这样子分辨你我，会不会到时候认不出敌军出来？这恐怕也是大家担心的问题。不过我们在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在巴西弹的部分重伤了这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现在郭正亮就报10月份还有更致命的冲击，那恐怕就是ECFA 的釜底抽薪了。他说中国不会跟你讲 ECFA 要废止，但是他会来对这些进口大陆的项目来加税，这可能性非常高。但是真正加税可能要到1月12号之后，但是10月12号你可能就要碰到贸易的壁垒。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也会处理的不太好，然后又有一堆的攻击，所以他就预测了接下来呢，可能焦头烂额的会是经济部长王美花了。那么呢，可以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说，台湾已经准备好加入 CPTPP， 希望侨界来协助，让全世界更认识台湾。网友就说了，这个时候你扯 CPTPP， 难道是要转移焦点吗？那么疫后复苏已经不如预期了，我国对中国的出口已经连13黑了，年底还想要转正的几率恐怕很低。那么就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有讲到的，最近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麝香葡萄怎么现在变得那么便宜？很多的婆婆妈妈都说现在要赶快去买来吃吃看。外交关系可能跟它有关系了，因为现在一串暴跌，剩下86块，有2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这日本原来要日币1500到2000，大概换算台币320到430之间的麝香葡萄，现在降价到台币86元，跌幅高达78%。原因就是除了产量增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福岛排放核污水的关系，那么中国进口量下滑了2到3成，那么导致麝香葡萄在日本境内的流通量相对来讲增
增加了，也因此就降价了。但我们也来看到的是，现在中国是不是真的铁了心要来反对核污水？因为呢，现在日本大使馆说他们已经接了超过40万通的骚扰电话，跟北京抗议还是没有效。高峰时期一天还会超过4万通，日本呢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常规业务还要不要做？所以要求大陆官方来回应这件事情，但是都没有获得回应。那么现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了联合国去演讲，就是不谈核废水。有人就说是不是怕刺激中国了呢？因为呢，他们就说未如预期向各国重申福岛核废水的安全性，反而闭口不谈。有人就认为这一定是怕让中国又受到刺激。那么挺日排核污水受重伤，现在北京拒缴20.5亿的会费，俄罗斯、伊朗可能要跟进了。那么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可能30天内就要停摆了，因为北京拒绝缴纳6000万欧元这样子的会费。那么现在他们的总干事呢就非常紧张，收不到拖欠的会费哦，这个机构可能在1个月内就要停摆了，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蔡委员，你怎么看？尤其是现在国庆预演哦，很多人都会很紧张啊。当然，民众看到那么多的战机、直升机，第一个反应一定是：难道要战争了吗？蔡英文安排几个直升机进场，当然声音很响亮，大家都开始有恐慌，因为有战争的临场感。但有很多蔡英文在准备，但是还没有临场感的战争准备，包括好几百万颗的手榴弹，以后不知道发到哪里去。还有火山布雷战车，还有各个派出所里面要摆很多的枪械啊，不管是标枪飞弹哦，或者是其他的刺针飞弹啊，甚至于可能哦还要依照美国人的指示啊，要发很多 AK-47。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更担心？那为什么我们在马英九执政时代的时候不用去担心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担心这个事情啊？而且各党里面都配合美国人要准备做城镇作战，都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没有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敢从美国人所设的红线上撤退或者违背。那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个地步吗？大家仔细想一想，这可比几架直升机进场的轰隆声，它已经是在响的楼梯，很快就会有人下来。我们如果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就无法回头了。就像赖清德在纽约乔演讲的，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我们不可以再回头。是的，我们走了很远，距离战争越近，我们就根本没办法回头。所以这一次选举真的在选要不要战争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说国防应变手册啊，增加敌我4倍，让你知道谁是解放军啊，谁是国军，这个来得及吗？当你看到解放军的时候，你还能够4倍吗？看到解放军的时候，表示国军已经输了，你要看到解放军啊，所以叫这种4倍啊，逻辑上是很奇怪哈。那全面情报作用，难道有那个解放军你打输了落单跑在台湾的街道上要你去抓吗？千万不要玩这种游戏哈。至于郭正亮讲的未爆弹也没有错啦哦，不过民进党到时候强打，你是这郭正亮是中共同路人呐，杨永明中共同路人呐，你才会讲说可法停掉是我们蔡英文政府的错误，是我们民进党的错误，那根本是中共打压台湾啊，要为台湾人啊尊严而努力而奋斗啊，不是吗？这说辞要出来的，很不幸的，台湾有30%的选民吃这一套，历次选举一再验证如此。就像那个讲说，查甫要去黑龙江，男的要去黑龙江，女的嫁不到老公，那位谢长廷在2008年民调只有25%，结果投出来还有41%的选票，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就很清楚了哈。陈建仁在讲说啊，要找很多朋友啊，侨界帮忙，要加入 CPTPP， 奇怪，侨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难道这一位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终身职的人物，他是因为薪水领太爽了，不了解说 CPTPP 是怎么运作的吗？ CPTPP 跟国会议员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会议员能够影响什么 CTP 欠不欠的问题哦，这个都是在各国的商贸谈判、外交谈判所产生的，你做不了那个谈判位置，你就别想要加入，这是一个很现实。为什么纽西兰曾经公开讲啊，他们不认为台湾应该有机会加入？因为讲过白 ，CPTPP 的秘书处在哪里？就在纽西兰啊。
所以外交关系谈到这个麝香葡萄，我觉得很好。麝香葡萄其实就是玫瑰香葡萄，它是酿酒的一种，不是真的有麝香哦。它里面含有的抗氧化剂的类黄酮，所以会有这种香味产生。那日本人就把它称作麝香葡萄哈，好像意大利语叫 Moscato 还是什么东西的哈。这是一款不错的，可以前日本人卖的太贵了，现在中国大陆关大门不买了以后，到中国大陆销售量降了，只剩下2成，那出口出不去，就要囤积在日本国内啊，所以台湾的很多的人见机的赶快下杀，给他找来卖。那我是觉得这个也不必为了要反日而不吃了趁这个机会吃点便宜的日本葡萄，也不是一个坏的点子那希望中国大陆继续关门，让日本的水产水果蔬菜都台湾能够大幅度的降价，因为过去这日本东西台湾是卖的太贵了一点那反污染水对很好，中国大陆聚焦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会，看怎么再去帮日本唱双簧。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杨永明老师您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在这一个 ECFA 的部分，很多人就认为接下来可能王美花要焦头烂额了。焦头烂额。他焦头烂额还无所谓，我们台湾人、台湾经济会焦头烂额，这就糟糕了。因为光是去年呢，我们出口到大陆占我们整个出口大陆跟香港大概41%到43%之间。我们台湾的数字中国大陆数字比例更高一点，但我们实际上赚多少钱呢？赚大陆1565亿美元而这里面呢55%是科技产品。那这个是零关税，因为有另外一个协议，所以45%是要不同的关税的。那大概平均可能是在6左右，有一些高一点，有一些低一点。那现在呢，终于在4月的时候，中国大陆说，你一直台湾的产品，其实在这个早收清单以及大陆的让利情况之下，你太长久的，就是说享受优惠。而你在两岸的就是经济、政治对话交流完全关上门，因此呢，他觉得开始要采取一些动作，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合乎法律、国际的规范 ，WTO 调查你是不是反倾销。他比如说针对化工一些东西，像叫聚碳酸酯，他就认定我们造成倾销。那因此呢，从6.5%的税，现在变成16.9%到22.4%，一下子就多了好几倍，对不对？那你还卖得出去吗？大陆市场你可能就卡在这边了，你还能赚1565亿吗？那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它分2个阶段，10月12号它要公布总共加起来2509项产品，我刚刚讲的那个45%里面。有相当高的比例，以及在早收清单里面有相当高的比例，在这个2509项产品当中，他在10月12号做第一批的调查的这个报告，1月12号明年做第2批，也就是最后的。1月12号就是我们1月13号总统选举的前一天，这个讯息很清楚，你懂吗？也就是10月12号，他先做一个警示，他的警示已经出来了，他不是把你拿掉早收清单，他是说你是反倾销，但是把你税提高，对不对？然后呢，10月12号，他可能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认为你可能造成就是因为太过于便宜，然后税太过于低，所以你造成大量的这个卖到中国大陆去，赚了大陆很多钱。可是呢，你自己同样的产品却不对大陆开放，而你却进口别的国家比如说猪肉好多东西嘛，对不对？你对大陆的这个市场，我们是把门关起来，但是你想要卖到大陆去赚人家钱，而你自己的这个门呢，去开给其他国际市场，不公平。这个完全违反 WTO 的就是原则，因此他这样子一个调查结果，你其实不要再等是不是什么调查公不公平或者说合不合理，这个是事实，这只是看他要不要选择哪些项目，在10月12号，那就是个警讯。那这个警讯会不会对台湾的选举产生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了解，它一旦真的更扩大到2509项，甚至这个完全的 ECFA 取消，或者所有的东西就以反倾销或其他的方式来课高关税或者是要你同时开放市场，如果你不开放市场，它就反制你很多种方式。到最后1月12号之后，它不会在1月10号那天呢，因为它只是说提出报告。对，那之后看你1月3号选举的结果吧，对不对？那它会在这个旧历年前1月底可能会宣布
他要怎么做哦。那同时我也想到，他最近不是又提到了一个闽台融合的方案吗？因为他知道这个会产生对台湾的中下庶民阶层、基层老百姓的失业、生活、经济的影响哦，不会影响到科技这个新贵，可是呢，他就会开始说，那这样台湾可能因此被困、被穷，所以呢，他就让福建闽台的融合哦，采取更优惠的、更开放的措施。那你台湾人是不是就可以到这个福建来？那我们加强两岸之间的这个合作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有配套的，我认为。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严廷将军哦，您又是怎么看？尤其是当然了，这国庆日要到了，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战机、直升机要出动了，但是总统府还特别提醒，听到轰隆声不要紧张，是不是？大家其实最近也对两岸的关系比较紧张、比较敏感？我认为也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经常如果这个轰隆声音这个太过于突然的话，那大家有一惊弓之鸟一样，我认为有时候要稍微平复一下。那现在又有这一个我们所说的国防应变手册，但是国防应变手册，我认为效果不彰吧？应该是不是要列入这些国小或国中的课程里面？你那只是一些文宣的东西。对，那现在大家很少看这些文宣呢，是不是列入国小的教育，让国防教育向国小、国中去扎根？那不是只是把它手册放那边，谁会去看？现在大家都在用网络或者在滑手机。那是不是利用网络教育？因为大家都用网络嘛，用网络教育。现在要动态的，拍成短影音呢，应该这个样子。因为两岸很像，两岸人长得一个样，讲话也一样，你怎么去分辨？那个迷彩服一般迷彩服跟数位迷彩服，两岸都好像哦。你军人有时候叫军人去判断，这到底是哪一个是？这是国军，这是解放军的。你叫军人去看，军人还不见得分辨得出来，因为两岸数位迷彩很像。相似度90%哦，这么高？对，你怎么样去？你叫一般老百姓怎么样去分辨？然后讲话声音又一样，对，两岸都是用，我们讲用国语用汉语，因为讲话也是一样，怎么去分辨？很难去分辨呢。你的头盔都很像，所以我认为这个你不列入课程，你在网络教育上是不是可以用？不要用静态，我认为要动态，因为这个相似度太高，你很难去做分野。那你这样的话，现在有时候大家这些坊间的报道，有些中共共机的扰台、共建的这些扰台这个状况之下，有时候这些大家有时候会认为有惊弓之鸟的那种感觉，像是突然会有音爆，到底是解放军的音爆、战机的音爆，还是国军的战机的音爆？大家说不清楚那这个大家会怀疑。那这个状况，我认为有必要厘清，有必要多利用网络，多利用一些动态，多利用一些说明，甚至多利用一些这个教育的课程。让他知道，而不是发个静态的文宣。那谁会去看静态的文宣？现在大家都滑手机，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我想说讲这个 ECFA。对 ，ECFA CPTPP 我们看加入 CPTPP，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因为这11个国家 CPTPP 的成员没有一个跟我们中华民国是有邦交，你就很困难，因为你没有邦交，你对话管道就是非常困难。对，你是靠商务来这边做往来，那就隔了一层纱。你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很充分的去沟通、去表达有问题？但是这11个国家 CPTPP 现在的成员的。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贸易占总量的24%，将近25%，换句话占了我们台湾1/4的贸易量。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没有加入 CPTPP， 那关税一直存在，那我们的产品我们怎么样出去？而且我们今年的外销连续13黑了，我们今年经济成长率只剩下1%，非常差而且我们南向政策失败，一直依赖大陆。如果中国大陆的ECFA如果有一些釜底抽薪之计，他又要加税或者是一些限制，那我们怎么办 ？CPTPP 没办法加入 ，ECFA 会有影响。那我们现在只有1%的经济增长率，换句话说，我们今年的经济的状况会很惨我们要有这方面的心理的准备。这恐怕民众听了还是好担心。休息一下之后，广告回来再带您了解更多国际局势。